冥想嗰陣，你有冇試過瞓着咗啊？又或者你已經練咗一段時間啦，仍然有好多情緒嘅波動啦，平復唔到，好多嘢諗，揾咗好多唔同嘅方法，越揾咧就越混亂。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99%好多人都唔知嘅真相。點解大部分人冥想嘅時候都冇效果嘅？原因咧係因為大家都搞錯咗修行嘅程序。第一，冥想嘅時候你經常會遇到嘅陷阱。第二，點解我哋要學內觀法先於觀想法同埋一啲特別嘅呼吸法呢？第三，究竟冥想點樣幫到我嘅人生？有啲乜嘢實際性嘅改變呢？喜悅嘅信息，如果你都想一直持續去收到呢，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事不宜遲，講重點啦。到底冥想分幾多種類？點解要學內觀法先嘅 Alan？ 其實喺我13年入邊修行嘅經驗呢，我學咗好多唔同嘅方法，特別嘅呼吸法啦，觀想7輪啦，又或者吸入金球，呼出負能量，我所有嘅冥想方法我都涉獵過。但係去到2017年嘅時候呢，我學咗內觀法，我覺得係將我之前學過嘅方法整合咗，然後喺我人生裏面發揮到一個好緊要嘅作用。聽人講冥想係可以靜心嘅，聽人講冥想有啲神秘嘅力量，有啲潛能可以開啟，哇好 we want believer 啦，咩飛機大炮出晒嚟。當時我都係咁樣諗噶，咁呢，我就不斷去吸入太陽嘅力量，呼出月亮嘅力量，跟住用我嘅金球清洗我嘅全身，跟住搞完一大爛餐之後呢，喺生活上面又係好容易着掣，又係好容易有好多問題。明明冥想嗰陣就吸入慈悲啦，但係喺日常生活咧一啲都唔慈悲啦，又或者經常發爛渣啦，好多呢啲情況。咁我覺得都處理唔到嘅，咁前後咧我就放棄咗修行啊，因為覺得唔 work 啊嘛。究竟呢啲嘢係咪呃人呃神騙鬼啊？直到咧我學咗內觀法。所以歸納咗13年嘅經驗咧，觀想法特別嘅呼吸法係好有用嘅。不過我哋真係要分清楚個次序先。所以今日咧循序漸進，小白新手上路，又或者你已經學咗一段日子，你好混亂啊，究竟點樣去重新整理過呢？我建議大家清空咗一切，慢慢打開你嘅心，由零開始去學習。我相信對於你嘅助益係最大嘅。好啦，點解要學內觀法先呢？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知道。冥想係改變乜嘢呢？係改變我哋能量同震動。乜嘢係能量同震動啊？我哋內在情緒、信念或者語言呢，其實都係一種能量嚟嘅。我哋講一句說話會影響到人。我哋諗一樣嘢，我哋會產生波頻能量。我哋做一個行為會影響到呢個世界。咁假如我哋裏邊有好多負面嘅能量，咁我輸出嘅語言或者我輸出嘅行為呢，都係影響緊自己啦，影響緊他人。所以我哋透過冥想係將自己調頻，注入翻一啲正能量或者改善我哋嘅能量。無論觀想法啦、呼吸法啦，都係讓我哋處於一個高能量、高震動嘅水平。點解我會話要用內觀法先呢？因為個過程當中呢，如果我即刻調整到去另外一個能量，明明你已經負面緊，明明你着緊掣，明明有啲生命上面有啲嘢令到你好糾結，跟住你又要同自己講慈悲啊！其實你又將嗰啲情緒啦、情感啦、念頭啦去壓抑咗佢。所以咧，點解要學內觀法先呢？內觀法第一個部分就係唔係壓抑嘅，係愛嚟觀照佢。Alan， 咁乜嘢係觀照啊？觀照嘅意思就係話，咦，憤怒喎，我睇到個憤怒；咦，傷心喎，我睇到個傷心。咦，抑鬱喎，我睇到個抑鬱，咁你睇到就得噶啦，係啊，睇到就得噶啦。嗱，大家想象下，如果你睇到個足球場，你睇到個足球場啊，你望出街，咁你喺足球場裏邊啦，定係出邊啊？咁梗係喺個足球場出邊，你先會睇到個足球場啦。冇錯啦，你喺情緒之外，你先會睇到情緒啊嘛。你喺念頭之外，你先會睇到念頭啊嘛。所以第一步就係點解要學內觀法，就係我哋觀照到佢，我哋睇到個情緒，我哋就已經喺情緒同信念之外。咁可能你會問，咁情緒信念我哋點解要學咗先嘅？如果你學冥想係諗住，我運用吸引力法則去吸引我哋要嘅一切，去驅動能量，驅動宇宙能量，向宇宙落訂單，吸引我要嘅一切。好啦，就本末倒置咗啦。因為點解呢？我哋每一刻其實都運用緊吸引力法則嘅。點解咁講嘅 Alan？ 正如你每一刻都用緊地心吸力咯。係咩？你隻腳黐咗喺地板度，你咪用緊地心吸力咯。
咁但係只不過你慣咗你唔覺。咁所以你今日吸引到某一啲人喺你身邊呢，其實係因為你嘅信念無形之中做咗某一啲行為或者語言去吸引到一啲咁樣嘅人喺你身邊，或者咁樣嘅事物喺你身邊。但係只不過你冇覺察到佢，你冇發現到佢。點解喺佛學裏邊我哋成日都講放下呢？因為當你放下咗呢，你就會得到啊！你一放下咗仇恨，你就會得到咗慈悲；你一放下咗匱乏，你就會得到咗豐盛；你一放下咗對別人嘅厭惡，你就得到咗愛嘅部分。我哋係要首先學懂放下，因為當你一放開某一個信念，你就會 Hello， 你 pass 啊，勁喎，咁乸勁嘅一 take pass， 冇錯啊！而今日佛學裏面教我哋一放低某一個執着，我哋即時會有得到另外一樣嘢。所以中國人有句說話叫捨得，捨得。我哋一定要放開一樣嘢，先會得到一樣嘢。咁即係話吸引力法則並唔係學嚟點樣吸引嘅，係愛嚟學點樣放開你某一個信念，自然地驅動吸引力法則，吸引你想要嘅一切啦。關於吸引力法則仔細點樣去操作呢？我將會喺下一條影片啦，同大家再分享。言歸正傳先，講翻冥想，兩者其實係息息相關嘅。所以第一步，我哋就要透過內觀法呢一個冥想去睇到我哋嘅情緒、信念、言行，都係創造緊我哋今日人生裏邊所有實相一個重要嘅元素。所以我哋一定要有看見佢嘅能力咯。咁呢三者點樣影響我哋嘅人生㗎？你諗下，如果產生一個惡念想傷害人嘅，咁你嘅行為好自然就會傷害人啦。咁行為傷害人嘅時候，咁你產生出嚟嘅 result 就好容易人哋又傷害翻你。如果你曾經俾人出賣過，跟住你就會產生保護自己，喺人哋出賣你之前出賣咗人先，有一啲咁樣嘅行為，有一啲咁樣嘅言行同埋意念。圍繞住你身邊嘅就係關於出賣嘅課題，所以修行呢兩個字其實係修正自己嘅不幸，修正自己嘅行為。當你改寫你嘅意念、情緒同行為呢，你身邊嘅一切人事物都會因為你嘅改變而變得不一樣。所以我哋第一步就係要去觀照自己，去內在覺察自己。好啦，咁我哋就會更加明白冥想係我哋做咩啦，觀照翻情緒、思想、行為。咁點解係冥想先得嘅？好簡單一個概念就係眼、耳、口、鼻，我哋呢幾個器官其實係不斷係對外收到信息噶嘛。咁邊一個器官係對內呢？邊一個器官係睇緊情緒、思想同行為呢？係冇一個器官嘅。當你冥想嘅時候，我哋會閉上眼睛，將我哋嘅五感唔再放開喺呢個外界，專注翻喺我哋嘅內在。所以觀照呢一種狀態就係對內，對內你先會睇到情緒、思想、行為發生咩事嘅。所以點解叫內觀法？就係內在觀照嘅方法啦。事不宜遲咯，帶大家做一次內觀法啦。我知道你會遇到幾個問題嘅。第一，好多嘢諗係咪？第二，成日瞓着。第三，出邊好多噪音騷擾緊你係咪？因為頭一次冥想我做咗1至2分鐘到，我就即刻彈咗起身，我搞唔掂，好煩躁啦，好辛苦啦。我哋一開頭練習嘅時候呢，你可以5至10分鐘就可以噶啦。我哋重質不重量。瞓着咗有念頭係咪做得唔好呢？其實唔係嘅，係一個過程，每一次都係一個覺察嘅過程。咁你瞓着咗，我導引你起翻身啊，翻呼吸度。咁你一翻到呼吸係咪瞓着呢？咁就唔係瞓着啦。咁原來你醒翻啦。好啦，當你好多嘢諗，好多嘢諗，我係諗下陣間做啲乜嘢啊？個 project 搞晒未啊？睇完條片應該睇咩片啊？嚇！當你一俾我嘅導引翻呼吸嘅時候，你就唔記得諗嘢噶啦。你一翻呼吸一下呢，就係一下覺察。又或者好多噪音喎，出邊裝修緊，隔離有個小朋友玩緊，你屋企人呢又行嚟行去，有人敲門喎。好啦，5至10分鐘，俾我嘅導引帶翻你翻呼吸，就係咁，唔好回應所有嘅事件，即係話有念頭嚟，同自己講不回應；有小朋友玩緊，不回應；有人裝修緊，不回應，就係咁簡單啫。喺度話 Aaron 就係不回應，係啊，因為呢一樣嘢係鍛鍊緊你內心嘅穩定度。外界發生嘅事件原來係可以對你唔產生影響嘅，你就當5至10分鐘係一個訓練嘅流程咯。咁所以當外界出現事件啦，學
學習不回應，翻呼吸。當你內心有一啲情緒波動啦，好多嘢諗啦，不回應，翻呼吸。好多嘢諗啦，不回應，翻呼吸。呢一個係鍛鍊緊你嘅覺察力，每一下翻當下，唔好回應你頭腦嘅信號，唔好回應外界嘅信號。呢一個係第一步嘅覺察。以下落嚟呢5至10分鐘，我會將導引大家去進入呢一個練習啦。有啲乜嘢特定嘅姿勢㗎？其實冇㗎，你坐得舒服就得㗎啦。唔瞓着，你確保呢個姿勢唔瞓着。咁我習慣手指公食指咧就掂住嘅，咁啊擺喺膝頭哥上高，然後腰板挺直，冇任何嘅宗教嘅，只不過多一點嘅覺知俾自己啫。咁大家跟我一齊做啦，5至10分鐘，閉上眼睛，專注呼吸。同自己講，有啲咩諗，冥想完先，我哋暫時唔諗住，專注喺鼻孔吸入空氣，口裏面呼出空氣。如果呼吸係深就係深，淺就係淺，長就長，短就短。我哋唔需要觀賞任何嘢，我哋只係觀察呼吸。當你個腦袋又想諗下嘢啊，提一提自己，不回應，翻呼吸先。想喐啊，不回應，翻呼吸先。除咗呼吸，只有呼吸。不回應，專注呼吸。使唔使要求自己平靜啊？好想平靜，不回應。唔使要求，翻呼吸。出邊有啲噪音影響你，不回應，翻呼吸。心裏面帶住隨順。跟隨個隨，順利嘅順。呼吸嘅深淺長短，只係剛剛好。我哋無需打擾佢。環境嘅聲音都係剛剛好，隨順。宇宙發生嘅一切都係剛剛好，隨順。我哋唔好控制佢。我哋回歸呼吸先，除咗呼吸，只有呼吸，冇其他啦。專注鼻孔吸入空氣，專注口裏面呼出空氣。冇其他啦。當你開始分心，提自己翻呼吸。我知道分心，翻呼吸。
當你開始想喐，我知道想喐，不回應，翻呼吸。我哋唔喐嘅，好痹喎，好痕喎，身體有啲反應喎，唔喐，翻呼吸，不回應。想要求自己定落嚟，呢種要求不回應，我發現到佢啦，不回應。有啲心急，有啲情緒，焦慮，擔心，不回應。翻呼吸。我哋喺1分鐘之後咧，就會結束呢一次嘅覺察冥想。我哋繼續保持住覺知，觀照呼吸。發現到自己思考啦，有情緒啦，身體反應啦，我哋通通不回應，翻呼吸。非常好，我哋3聲之後呢，回歸當下。3，感恩自己完成咗冥想啦。2，多謝過去嘅自己，每一刻都做得好好。1，感恩自己，多謝自己，多謝眾生，多謝大自然，多謝世界。好，咁我哋慢慢擘大眼啦，鬆下筋啦，擰下你啲肌肉啦。完成咗呢個冥想之後呢，你會發現，咦，個心會有啲安定咗啦，平靜咗啦。可能你會遇到幾個唔同嘅反應嘅，時間好似過得比較快喎。又或者，咦，頭先打下坐，啲手腳好似唔知喺咪喺度咁樣嘅，又或者你嘅意識咧，同你嘅身體咧，好似抽開咗咁樣嘅，呢一啲咧都係我哋觀照嘅時候擁有嘅一啲嘅經歷。其實點解會係咁樣呢？當然我喺課堂上面會好詳細去講解，究竟每一種狀態代表住乜嘢。概括去講咧就係話，當你出現一種定境啦，你就會開始感受到時間流逝會比較快，然後你就會有一種安定感不斷去觀照喺當下嘅狀態。你會發現你嘅腦咧，當你翻呼吸嘅時候，你係諗唔到過去同埋諗唔到未來嘅，因為唯有呼吸咧先係當下。
當你一路呼吸嘅時候，你個腦就分順唔到。當你分順唔到，你就冇辦法創造焦慮啦、擔心啦，所有嘅情緒。原因係因為情緒係經我哋嘅念頭去影響出嚟嘅。當你去諗緊一樣嘢，哇，擔心個 project 搞掂未？呢件事仲未處理到，咁你嘅情緒就會出嚟啦。因為你產生咗個念，然後出現咗情緒，你每一日咧都會喺度拉扯啊、糾結啊、好辛苦啊咁樣。咁所以咧，當你有意識咁樣停咗你嘅思想同埋你情感咧，佢就會彷彿失去咗力量。呢個就係當下的力量啦。第一步嘅冥想就係鍛鍊自己嘅覺察力、觀照能力喺當下嘅狀態。咁你話咁 Alan 然之後點啊？唔好心急住。首先你要鍛鍊咗覺察力，去看見情緒同信念先。當你每一刻分心翻嚟，又或者身體嘅反應冇回應佢，外界嘅聲音影響唔到你，翻當下嘅時候，你就慢慢咧會培育到一個內在穩定，同埋外在呢個世界發生乜嘢咧，你都影響唔到你嘅狀態。你培育咗呢一個能力先。當你有呢個能力嘅時候，進一步咧，我就會喺覺察27年嘅課堂裏面去教大家，究竟有啲乜嘢嘅哲理，我哋要明白詳細嘅訓練技巧，同埋我哋嘅信念、情緒、思想、行為點樣影響緊我嘅人生，逐步會透過禪學啦、宇宙法則同埋我嘅 coaching 咧，去令到大家產生啟發，去學習到點樣透過我以上講嘅工具，去幫助到你嘅人生創造翻真正嘅喜悅嘅。第一步唔好跳 step 住，就係鍛鍊咗你嘅覺察能力，每日5至10分鐘就可以噶啦，不斷去鍛鍊，去產生咗一個肌肉先。溫馨提示啦，你用練內觀法就唔用呼吸法，亦都唔用觀想法；你練觀想法就唔用內觀法。一瓣瓣搞清楚佢，唔同嘅冥想工具係有唔同嘅功能嘅，你要有程序、有次序，即係你學 ABCD 啊嘛，你冇理由一開波學句子啊，可能你連 grammar 單字你都未識用，所以第一步就係你要區分咗情緒、思想、行為、內在觀照嘅能力培育咗出嚟，你先學其他嘅冥想，你就唔會炒埋一碟咯。咁所以第一步就去觀照咗你內在嘅狀態先。如果你有任何疑問啦，歡迎你喺留言區啦同我去交流。又或者 click 入我哋嘅網站，去了解覺察整個系統點樣支持到你，去改善翻你自己人生嘅。今日去到呢度啦，下一集見，拜。